My name is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我们现在在Ronda。这里呢是西班牙西南方的一个小城，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镇。那这边呢也是当初摩尔人从北非的这个海峡过来西班牙这边统治的这一片土地。隆达这里呢被穆斯林长达了700年的统治，所以我们一进来这个小镇的时候，远远我就发现了很多回教的建筑。那我们现在就在隆达的这个老城了，这里有一个最主要的景点，跟着我来，就在这边。在整个隆达这边呢，可以发现了许多回教阿拉伯式的这种建筑。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桥了，它是横跨的老城跟新城的这座桥，它非常的神奇，它就是建立在这个悬崖上面。看一下，它是从这么高的地方直接建造到地底下的深谷去。那我们今天会带大家逛逛整个隆达老城，然后还会有带大家看一些这边有名的皇宫啊、博物馆，跟着我们一起前进喽。在这个桥呢，它那边是可以进去做参观的。在这边有买了一个隆达的套票，还有6个景点可以参观。那我们就下来看一下这座桥了。哦。到这个桥里面，就只是看看这个它桥内的一些建设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外面看桥还是比较漂亮一点。现在来到这边呢，这里是隆达一个蛮重要的景点，它是阿拉伯浴池。那在这里也是一个回教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交场所，他们就会在这边洗澡啊，然后等一下要去清真寺参拜。那像我们看到这些呢，这个一个洞一个洞的感觉，就是洗澡的烟会跑出来的地方。那我们下去看看这个阿拉伯浴池吧。在西元11世纪的时候，摩尔人统治的时候所建造的这个浴池，它这里很先进诶，它这样小小的一间，它里面有包含了更衣室啊、换洗室，然后有温泉池、热水池跟冷水池。那里面有更多的一些详细介绍，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大家看一下，这里就是我刚刚在上面讲的地方了。这个就是他们当初在洗澡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热气，那这里就在排放热气的。而且像早上啊，你来的时候也不需要电灯，就会有自然的太阳光进来。耶，我要洗澡了。那在这边呢，算是一个保存非常好的一个阿拉伯浴池，跟我们之前去看过的一些土耳其啊，还是罗马浴池都非常不一样。这边是连这个装饰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们再进去里面看一下它的这个建筑的构造吧。洗得好好哦。在后面这边有一个看电影的导览的地方呢，旁边这里其实就是早期浴池工作的地方，他们就在这边烧柴火，然后会产生了许多蒸汽，沿着地下的管道连接到每一间浴室里面去，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这里有一个水轮，它就是像这样有驴子在转这个水轮进水，然后流到蒸汽室那边去，提供整个澡堂的这个温水的。然后他们非常的讲究，连在浴池的外面这边还有一个大型的花园。我们这个澡堂还算蛮小的，我们就要再下去另一个景点了。French fries。那我们现在来到这座桥呢，这里就是最著名的景点了。这就是隆达的这个新桥，这边呢是连接了两边的城市，有前面的旧城区以及后面的新城区2个。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整个在旧城区这边的一些博物馆的景点吧。是帕拉夏的蒙扎贡，那在这边呢，它结合了一些阿拉伯的元素啊。那当阿拉伯人被赶走之后，也开始有一些基督的贵族居住在这边。那这就是他们的房子的一个构造，现在已经是作为博物馆使用。那大家看一下这边，宫殿看出去是一个非常辽阔的景色。然后在左边这边呢，就是穆斯林很典型的白色的建筑，然后上面有一些砖瓦的。在这里面有介绍了许多隆达的历史，
但是他们的桥梁啊、城墙以及斗牛场。这里是最原始的地方，住在这个山洞里面的时候，古代的原始人。还有这个以前的作画，然后再来就进入了这个茅草屋的时代了。哎呦，长得一样的。那这里呢是诉说龙达以前人的生活方式，像这里是一个做陶瓷瓷器的地方。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远远的就被这个人给吓到。这里呢是进入铁器时代了，这是在做铁器的，这就是以前做出来的一些成品。这就是房子的主人了，他就是这里面的巨人。然后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拱门都是非常的大，好像就是因为大拱门而得名的巨人的房子。在这里看起来感觉是一个他们家里自家的私人的浴池，可以在这边游泳的感觉。就在巨人的房子的正对面这边呢，这里是一间贝尼亚多的美术馆，这里有记录了他生平的一些画作，他有跟毕卡索一起联合创作的一些画作。那因为里面是不能拍照录影的，就在这边大概讲给大家听。那我们再去下一个景点吧。现在来到这间呢是圣多明哥修道院，它是在15、16世纪初的时候所建立的这间修道院。哇，它这个里面有自然的这种建筑，一进来就感觉很舒服，外面非常的热，里面就很凉了。他们以前古代的这种建筑都自带冷气的。修道院里面它一样是有一些展览。龙达这边呢，也是一条朝圣之路的路线。哇，从这里走到圣地亚哥应该超远的，应该有将近1000公里哦。那我们继续往下。我已经叠好啦。那我现在来到了龙达的最后一个景点了。这边呢是看这座桥最漂亮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天然的瀑布就在桥底下。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峡谷已经干涸了，结果没想到还是有水流在运作的。看一下这座桥，它是有高达120米高，非常壮丽的这种土耳其式的桥，非常的漂亮。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个美丽的桥这里做个结尾咯。